站在海拔1300余米的石柱峰之巅极目远眺，群山连绵，风景壮阔，震撼之感扑面而来。今日我们自石柱峰幽深山谷出发，循着千年古驿道徒步登顶，一路邂逅形态各异的山谷飞瀑，流水潺潺，景致千万。沿途游客络绎不绝，登山爱好者结伴而行，有人牵着猛犬一路登顶。队伍里既有精神矍铄的八旬老人，也有步履可爱的2岁稚童，老少同行，热闹又温馨。纵使当日艳阳高照，暑气蒸腾，可穿行于幽深山谷间，瀑布飞溅的水雾扑面而来，清凉沁入心肺，瞬间驱散燥热。古驿道两侧，映山红与杜鹃肆意盛放，繁花似锦，漫山烂漫。不少驴友背着帐篷行囊，计划登顶扎营，看来是不想错过高山之上破晓而出的日出与翻滚银海。行至半山腰，千年古寺香火氤氲，来自五湖四海的善男信女心怀虔诚，焚香祈福，烟火绵长。继续沿潇湘步道向上，直达三清殿，沉浸式感受绵延千年的中国华夏道教底蕴。这座古朴沧桑的庙宇已有1700余年历史，秦砖汉瓦静静矗立，默默见证着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待终于登顶，凭栏远眺，天地辽阔，群山尽收眼底，心胸豁然开朗。一路行来，阅尽人间百态，以坚韧意志奔赴山海盛景，所见皆惊艳，此行不虚。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澜，祝大家朝朝人，岁岁安澜。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的长沙，来登一座有1000多米高的高山，它可是比南岳衡山还要高个70米哦。在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个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我们从这里登到山顶上的话，要花上几个小时。不过周途有许多的景色，那么我们现在就沿着我身后这条古驿道上山去看看吧。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长沙，这个地方叫石柱峰。海拔呢有1000多米高，整个徒步路线接近20公里长。但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线呢，其实就是以前的一条古驿道。因为在这个山顶上啊，有2个古建筑，一个是在半山腰，一个是在山顶。以前山顶上这2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2座寺庙。哇，这个水流声冲击力可真大。很多小朋友登山。啊，前面景色美呀。小桥流水人家，对不对？看看，景色特别棒。
好漂亮的瀑布。是的。爸爸。今天人山人海，啊，游客络绎不绝，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出来游山玩水。这个不是人造的景观，这是天然形成的。哇，好壮观！哎，真的好像李白所说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哎，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徒步登山模式了。今天艳阳高照，我们现在脚下走的就是登山古驿道。你想一想，1000多米高，上面要去修2座寺庙。那个时候，完全是靠人去背，或者是让马来驮。但是这个工程量可不是一般的大。啊，这里又是瀑布，哇！我就到170了，好了。这里是人工找的一个便民过道，好吧，我们继续前行吧。要不要支援？看看下山的人多吧？好，靠边。走到这种林间路上啊，温度哪怕外面有30-40度的高温，都还算舒服。必须有一点点微风，再加上有这种风筒而下的山泉水。你不能把车过来。哎呀，我都抱不动了，你把车。好多瀑布。不过这种道路在极端的天气，就比如说下雨啊、下雪或者下冰雹，千万不能来。啊，对呀。这种瀑布的形成，要不是湖南最近有2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啊，根本不会有这么好看的瀑布，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水量。看，一路走上来，非常有诗情画意。啊，
景色。每一处瀑布都有它独特的景色。所以很多小孩子愿意跟着家长来登山，主要的缘由就是因为这里啊可以游山玩水。要是没有水啊，不可能有小朋友愿意跟着大人到这个山上来，枯燥乏味。这里全部是一片竹林啊。感觉自己就像穿梭在热带雨林一样。是的。有些人说山顶上非常小的一庙，也就是最顶端里面的菩萨供奉的是一个肉身，但是是不是真的，我们只能是走到上面去看才清楚。反正徒步上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我们才走了2-3公里，就累得气喘吁吁了。要不是在这个山谷里面，根本就不想动。太棒了！走到这里面凉飕飕的。但是走到山顶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的了，就是光秃秃的山，就在艳阳下结束自考了。但是走上去，那个没有树、没有水的地方，大概有2公里的距离。这个上面还开了杜鹃花。这上面啊，哦，是的。杜鹃花，沿路上去，一路的瀑布。啊？里面这个河马它有蚊子啦。我们走到这个位置，我拍个特写吧。景色好美呀！继续徒步。这路上一路走上去，都有这么好的景色，都有这么好的风景，让人神清气爽。让人感觉登山不是那么累，而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看这个山泉水，台阶上面都有源源不断的山泉水流淌下来。对呀。好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哇，看看，哇。好，阿拉，你站在那个位置。哇，我的天，我感觉已经来到了黄果树瀑布了呀！再看看这个下面，难得一见的景色。看看。
这个季节来，有山有水，然后道区绿意盎然，到处生机勃勃。要是平常到这个地方来呢，还是就不会这么热闹了。当然了，如果一直有下雨，有瀑布，这边的人呢还是非常多。这里以前属于景区，但是后面啊，可能是多方面原因，一是开发不力，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收费啊，很多人也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导致后面就慢慢就变成免费景区了。所以到这个地方是不需要门票的，停车呢就停在山脚下，不要停到半山坡来，因为半山坡啊还是会收费，会收20块钱的车费，停车费，一次性的。往那来一壶跟。看看，我们一路走到这个山上面啊，哇，全部是这种非常漂亮的瀑布。我敢说这是我有史以来见到的最震撼的瀑布了。啊！景色好美，对不对？哦，好。你看，大人小孩络绎不绝。它的水质好清澈。对呀。好，我们看看。底下都是细沙。哇，这个地方好大的风啊，好凉快。哇，如果再把这个瀑布想大一点的话，都变成黄果树瀑布了。是的。好，现在我们继续前行。嘟嘟。看，哇，陡车了。看这个地方的景色，所以以前这个地方作为景区，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只不过要是没有雨的话，这些瀑布啊，就消失不见了。现在开始都下山了，应该是下午的2点。旁边全部是石头缝里面渗的水，这脚下全部是这种青石板路。要是阴雨天气啊，非常的湿滑。还好我平时都爬这种石头山，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是的。看上面都立了一个牌子，反向弯路。这个坡是很陡的，现在我们上坡感觉不出来，待会下坡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恐惧感，尤其是对于很高的一些人。这个垂直距离角度大概是80度左右。家长带着小孩子抱出来玩的。
又堵车了。又塞车了。今天来的人太多了。这个不牢固的，不要用力靠上去，只能是做一个扶手。啊，好，看看，这就是山泉水哇哦！的1/5处，看。啊，老年人都愿意爬山到这个地方来。哎，你看看，刚刚山下全部都是响彻山谷的山泉水，走到这个半山腰了，全部都是你看。非常漂亮的映山红、杜鹃花、青石板路，好吧，我们继续走到山顶上去。天气稍微阴下来了，不是特别热了。看看这个路面，非常的幽静，这种非常诗情画意。看看杜鹃花，好美啊！这条古道，哎。看看前面这个道路，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到这个地方，有水的地方显得更美，没水的地方呢，仍然让人感觉到古色古香、古朴。这个地方让人一眼就感觉诗情画意呀。哎，下面呢也是一条古道，不知道这条古道是走到哪个地方去的。这是个岔路，我们还是走这个大路吧。这个大路上的石头啊。就是有点没有规则了，应该是被雨水冲刷过了。看看头顶上，哇，好好看，真的当仙境一样。好，继续往前走。到底。上面是龙王庙，但是到了龙王庙呢，这里是可以停车，走另外一条地方也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我们是从山下面一直走上来，看看玉水青山，山顶上还放了鞭炮。这个放爆竹是有的人在这里拜菩萨，祈求神灵保佑。这里头还有一点小山泉水在这里流淌。哎呀，但是离我们山顶还得爬接近40-50分钟，道路两旁。有点好奇它的源头是啥？就是看看野菊花，全部是野菊花，好香啊！特别香，是不是？是的。这边这一侧也是有。这是以前一条古道，这个龙王庙也是几百上千年历史，好像是。很多人不远千里跑到这个地方来求神拜佛。这个以前应该是一座老庙现在这边菩萨不知道是土地公还是菩萨请走了，请到上面去了。这里应该是以前这个泥土房搞的一个比较久了。这是什么花呀？这个就是那个包镇子上面就是那个蓑衣这蓑衣的那个树结的果实。开始上午太阳好热，到下午天气就好多了。
这里还种了菜。哎，应该是这个龙王庙的工作人员种的菜，他们也要拾五谷杂粮啊。啊，前面有个公共厕所。哇，上面是鹰吗？看来是鹰还是什么？看样子有点不像，不像吗？真的有点不像。是因为鹰的话，那它是大型猛禽嘛，所以就很大一只。哦，好吧。雕都比较大，估计就是普通的一些中型的小鸟。好的，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龙王庙吧。柴犬。哇，这个龙王庙古色古香的。啊，这里还有露营的，看到吗？他们在这里搭露营的。这以前还是泥土房，被拆了。现在估计要扩建了。对呀，上面的那些石头全部都是码上去的，没有用什么钢筋水泥啊，什么都没有，完全就是用糯米啊，或者是用普通的，就是一些泥巴，简单的把这石头垒上去。所以这个龙王庙啊，肯定有几百年。我们看看有没有文物保护碑。啊，前面你看看这个焚香炉，都是有一定的历史了。全部都是石头垒砌的。啊，上面雕的是龙和凤吧，还有狮子吧，麒麟，麒麟对不对？长得有点像。啊，还有公鸡。是的，很有特色。这就是石柱峰龙王庙。玉皇殿。哎，这里有一个山泉水塔，上面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看看是什么？这是什么？右手边是烟灰缸吗？不是，哦，这个是那个一个路程指引牌，上面是潇湘步道，陈大仙人庙17公里，美人谷1.5公里，就是下到美人谷的入谷处还有1.5公里，上到山顶上，过去一直卷下来，总共这一条路是18公里。哇，路程不是一般的远了。哎呀，这下面走上来，费了9牛2虎之力。哇，这都还没到晚上，这个风就大成这样了。是啊，我刚刚在山脚下，我以为是有水流的声音，没想到走到这个上面还是风吹的声音，还没到山顶呢。走到这个位置，啊，风吹在这个树上沙沙作响。我的天，那晚上那不得凌晨几度啊？是啊，要是冬天来的话，一般人受不了。但是这个天气来了，就是满山的映山红。前面很多游客走累了，就在这里歇歇脚。看前面的2位小姐姐下山了，我们呢现在要继续上山。前面还是有人走在我们前面，因为好多小朋友都陆陆续续上了上山，下了下山，还走另外一条路。你看看旁边这条树，旁边这个树衬得很光滑，上面被人坐在这上面。这个树还没有，或者是这样子靠着。是的，这个树还没有枯死。就被蹭得光溜光溜的。好吧，我们继续往上走吧。抓紧往上走啊，努力啊，离我们的距离不远了。加紧，好，加紧走。这一路走上来，哎呀，累死我了。
不好走啊。但是路面还是比较宽，温度越来越低，到了海拔顶上。哇，现在站在这个山顶看下面的风景啊，特别的漂亮。但是现在山顶上的风有8、9级的风。啊，我们继续往上走。哎呀，到了山顶上真的好冷啊！是的啊，哎呀，啊，又是爷爷抱着孙子下山了。哎呀，你看爷爷都是60几岁，刚刚我们路上遇到一对夫妻，爷爷80岁了。哎，加油！我们快到顶了，加油！在山顶上风好大，好冷的，在山底下就显得热。那对80多岁的夫妻爷爷奶奶，徒步还没有登山棍，就一直爬到山顶的。哎呀，刚刚都还没来得及跟他们交流，他的儿子上山来接他们的啊，真的是厉害啊！看，我们登顶了，终于登顶了。嗯，满山的用山痕。夏天的话，到上面来，不知道是冷是热，反正现在这个天气好冷，我感觉我现在就像是在冬天的时候来一样。是吧？山脚下就是短裤短袖，山上就要穿秋衣秋裤，要不然会冻感冒。哇，哎呀，一览众山小啊！是的，看看，哇，到了山底，再看山脚下的风景，哇，好，我们看看山顶上这个人工搭的他缺氧了我。哎呀，看看，哇！我看到了那个停车场。是啊，那个山脚下就是停车场，那边山脚下就是我们刚刚要走的那个水路，一直走上来，全程是18公里左右，需要3个小时左右才能从那个山顶到达这个山顶上，是1300多米高。好冷啊！冻死我的手都是冰凉的。对了，在下面我的手还是热乎热乎，好想下去玩水。这个帽子都会吹掉。好，我们先去后面看看。哎呦，好大的风啊！泥沙都被卷到我的眼睛里面去了。哦，看看这个上面，全部都是长10条，人工搭建的一座三清殿。这上面都还有这个功德碑，只是已经看不见了。哦，碎了都。这上面也是功德碑啊。但是都已经残破不堪了。对。那是什么？这是最顶端了。刚刚那个三清殿是一个小坡，跟这个地方大概还有接近落差，还有个1米。要是这里的风不大的话，都可以在这里支起烧烤架了。看看这上面有哇，牌子介绍啊，三清殿呐，石柱峰颠立道宫啊，秦娟汉瓦朔仙宗啊，有1700多年的历史啊1700多年啊！殿内供奉道教最高神士三清祖师，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始建于秦，扩建于汉。哇，这个秦朝的时候那岂不是更小啊？这是传说始建于秦，但是具体的年月日
没有考究，没有考证，但是从这个三清殿的建筑设计看，应该是不说1000多年、几百年是100%的，全部是人工累积的。那个时候都不存在有水泥、有砖块。你看那些小朋友，这么小都徒步走上来的，上至80多岁的夫妻老人，小至2岁的婴儿幼童，爬到这个山顶，然后是满山的这种杜鹃花，红的、紫的，波澜壮阔。我们再来看看，这里面的地板也是青石板，上面写的是浏阳市不可移动文物三清殿。好吧，我们就不打扰祖师爷吧。元始天尊，3位天尊看看这个三清殿，这是很小的一个道观，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来这里祭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过来登顶来求神拜佛的一个地方。这是中国的道教，像佛教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真正的教派就是道教。看看这上面的风景，要是白天来这里就非常漂亮的云海，冬天来呢这上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雾凇，非常的漂亮。看看前面那山坡上那条路面，其实它也是可以走步行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它是一条防火带。因为现在在湖南呢，每一座山他们都会用挖机挖出一条防火带出来，这样子就会起到防火作用，同时呢也便于一些驴友或者还有一些他们驾驶的这种越野车他们会从这个山上开上来，有这样厉害的人物，好吧？看看我们周围这座群山，景色尽收眼底。今天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一路上跋山涉水，终于来到顶峰了。大家看看我周围，一览众山小没想到这座三清殿供奉的是3位仙尊，我以为这座三清殿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没想到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现在是下午5点多了，我得赶紧下山了。好啦，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你们这是还准备露营啊？哇，山上好冷呢。是的啦，这山顶上的风好大，越来越冷了。我估计山顶上的话，到晚上应该就是0度、1度的样子。是的。